我竟然真的找到了藏宝图上的神龙宝藏，我要发财了！这梦真可怕，我竟然梦到自己得到一个藏宝图，然后被宝藏的金子砸死了，还好是个梦。藏宝图？这不是我梦里的东西，怎么会出现在我手里？主人，我会带你找到九州的无主财宝。藏宝图会说话，这是我梦里的神龙藏宝图，那我岂不是要发财了？藏宝图，快告诉我宝贝在哪里！主人，我发现4匹野山参在后山老虎岭山林。4匹野山参，至少是50年份，能卖50两银子吧？这是宝藏的路线。主人，4匹野山参就在前面。找到宝藏了！三叔和四叔在那砍柴，不行，我得把藏宝图赶紧收起来，否则被人看到说不清了。藏宝图竟然凭意念藏进我的身体里，太好了！三叔、四叔，小英啊，这山上的野菜都被挖光了，你这带把锄头干啥呀？啊，三叔，我拿着锄头来挖人参。挖人参？这除了枯枝树叶，没有其他东西啊。是啊，这儿哪有什么人参啊？等我挖出来，你们不就知道啦？就是这儿，找到了。小英啊，你就别挖了，这里不可能挖出宝贝。哎，再把衣服给弄脏了。挖到人参了。哟，这是野山参。神龙藏宝图是真的。恭喜主人找到野山参。哟，哦，真挖到野山参了！这么大的个头，这绝对是宝贝啊！我们每天上山砍柴打猎，竟然没发现。小英啊，你怎么知道这儿有野山参呢？是啊，我做梦梦到的。哎呦，你这肯定是财神托梦。哎，这野山参值不少钱吧？我看得值50两银子吧。我看值不了，这个头虽说大些，但是这人参的价格什么的，还是要看它的具体年份。我去药铺问问收药材的掌柜。哎，咱俩也去看看，镇上的药铺只收10年以上的野山参，别让小英给人欺负了。那走呗，走。掌柜的，你们这里收人参吗？收，不过只收10年以上的野山参，年份不够的就不要拿出来了。您看这株人参年份够吗？这是50年极品野山参。您看我这株野山参值多少钱？掌柜，从人参个头看，最多也就值个30两银子。我这个可是4瓶的野山参，起码50年份的。掌柜的，50年份，那至少不得值50两银子？就是啊，陆掌柜、韩伙计，你们可不要看我侄女儿年龄小，就诓骗她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伙计眼力不好，多见谅啊。这个野山参呢，确实是4匹的，可作价50两银子。这还差不多。这是50两的银票，你收好。小英，得了这50两银子，你家这几年都能过得宽裕些了。有藏宝图，我家以后大富大贵指日可待。主人，又有新宝藏了。主人，发现一箱财宝，在村南水潭旁边。藏宝图有财宝提示。三叔、四叔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好，这丫头，那咱们也回去吧。走。三叔、四叔，这村里啊来了一群大户人家的少爷和小姐，要去村南尸骨潭赏景，村长让咱给他们带路。尸骨潭那潭水深不见底，可是淹死过不少人呐。我们不去。哎呀，村长啊，让咱们带他们去的时候啊，离尸骨潭远点儿，
回来呀，一人给1两银子。啥？1两银子？我辛辛苦苦砍柴砍2个月，也赚不了这么多钱。走，咱这就去。走。走。主人，那一箱财宝就埋在前面。藏宝图上的宝贝就在这儿了。一箱财宝我来了。江少爷、苏少爷、阮小姐，这里就是尸骨潭。凡是掉进潭里的人，没有一个能上来的，都沉底儿了。这死的人呐，连骨头都捞不出来，特别的危险。咱们从远处看就行了，千万不能靠近。你们不让我靠近，这个女人怎么能离那么近？那不是小莹吗？她怎么一个人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来了？哎呀，小莹，你跑来这儿干什么？四叔，我挖宝箱呢。瞎胡说！这尸骨潭淹死多少人了啊？这里怎么可能有宝箱啊？对，这不可能挖出宝箱。你赶紧起来，离那个尸骨潭远点。挖到了。不可能是，肯定是骨头。哎呦，四叔，你看，是宝箱。哎呦，这里竟然真的有宝箱！这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箱子，里面不见得是宝贝，说不定是空的。四叔，这一箱珠宝像不像宝贝？呦，居然真是一箱财宝！这珠宝好精致，小姐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这箱珠宝都可以卖给你。太好了！你挖到的这箱珠宝做工、这材质、这款式，我都很喜欢，合计给你90两银子，怎么样？你挖到的这箱珠宝做工、这材质、这款式，我都很喜欢，合计给你90两银子，怎么样？好，这是90两银票。恭喜主人积累财富超过100两银子，我升级成白银级藏宝图。藏宝图，你升级成白银级了。是的，只要主人多多收集金银财宝，我就能不断升级。本次升级奖励主人储物空间，只要主人默念收，就可把物品收进空间。收。有了储物空间，我以后存放物品就方便了，而且再也不怕人偷了。主人再次积累财富超过1000两，藏宝图将升到黄金级。好，那我可得更努力的寻宝挣钱了，让你早点升级。你快跟我讲，还有哪里有宝物？发现村子地主张老二家的院墙旁埋着一张现成店铺地契。找到了。找到了，这店铺地契少说值几百两银子啊！不过这地契藏在地主张老二家的墙角，我肯定不能直接挖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。宅院出售，作价100两银子。我若买下，不就能光明正大的挖墙角的宝物了吗？不过买宅院这么大的事儿，得回去跟奶奶说一声。哎呦，刚修的屋顶，这门怎么又散架了？奶奶，咱们买座新院子吧，我怕哪天不注意，这房子塌了。哎，胡说什么啊！破门修修还能用，买院子不得花银子？家里哪有银子？我有银子。100两银子，这么多钱，你哪来的？我在山上找到一株野山参卖了赚来的。咱这房子又漏风又漏雨的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既然现在赚了银子，那咱就买新院子。奶奶啊，我看张地主家的宅院在卖，不如就买他家的吧。哎，行，我去找你爷爷，今天就去买了。反正都要买下了，那我就在张地主家的院子看看宝藏。主人，店铺地契就埋在这下面。店铺地契马上就是我的了。小莹，你跑到我家墙角上干什么？我可不能暴怒，我要找店铺地契。爷爷奶奶，咱不是已经把张地主家的院子买下来了吗？我就在院子里逛逛啊。哎，小莹啊，这宅院
咱还没买下。原本张老爷想卖100两银子，但他家出了点事，急需用钱，涨了20两。这院子买下，我才能毫无顾忌的挖宝。爷爷，这院子青砖大瓦，才建几年，120两也不算贵。净瞎说，这还不贵吗？咱们家总共才105两银子，买不起，走。爷爷，我有钱，我这儿还有40两呢。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。小袁，你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。爷爷，我真的想买这个院子嘛。既然钱够了，咱就把院子买下来嘛。行，依你。张老爷，你家这院子我们买下了，这是140两银子。这样说，宅院作价120两银子，这是找您的20两银票，这是地契，您收好。行了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哦，那行，那我们送送你啊。来。小莹啊，你干嘛非得加钱买这处院子啊？那可是足足加了20两呢，亏大发了。奶奶，咱不亏，这院子里也有宝贝。胡说八道！这里要有宝贝啊，早被张地主挖走了，还轮得到你？说的没错，别挖了，这怎么可能会有宝贝？这院子买亏了就亏了，最起码住得安心。哎呀，小莹，这里竟然真的埋有宝贝！这就是一个破旧的木盒子，估计是哪个小孩埋着玩的，算不得宝贝。爷爷奶奶，你们看，哎呦，盒里装的是县城店铺的地契，少说值几百两银子，算不算宝贝啊？哎呀，算，当然算。张地主要是知道啊，你在他家院墙旁挖到店铺地契，哎呦，得气死！奶奶，这院子咱们不是买下来了吗？跟张地主有什么关系？哦，对，哎呀，这座宅院呢，现在已经是咱家的了。不过呢，这事儿也不能让张地主知道，咱把店铺地契卖了，换银子吧。你挖出来的，听你的。走，去找周人。行，走。江中人，你看我们家店铺能卖多少钱？江中人，你看我们家店铺能卖多少钱？金姑娘，你地契上的这间铺子，我以前进去过，在兴旺街，里面有些破旧。你的意思是不值钱了？藏宝图指引我挖到的宝贝，不可能不值钱。依我看，最多值300两银子。什么？值300两啊？这么值钱？江中人，这铺子作价300两银子，什么时候能卖出去啊？姑娘如果要是急用钱的话呢，也可卖给我，我给你300两啊。好，那就卖给你了。好，来，这是300两的银票，金姑娘你收好。主人发现新宝物，一株青雀古茶树。奶奶爷爷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去吧。主人发现新宝物，一株青雀古茶树，在巨蛇谷，有一点危险。那我小心点。茶楼里的青雀茶叶1斤要500两银子啊！我若把这株茶树上的茶叶都摘了，起码能赚几百两银子啊！茶树旁竟然有这么大一条蛇，我要是走过去，肯定会被它缠住绞死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把它弄走，或者弄死，我才能把这茶叶摘了卖钱。可是又该怎么办呢？这么大一条蛇，我可捉不住。让三叔过来，他是捕蛇高手。四叔，你们快跟我来！我发现一条巨蛇。小莹啊，你也花了吧？这片林子我们天天来，哪有什么巨蛇呀？有没有蛇？你们跟我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哎呀，行，他是被什么像蛇的东西给吓着了，我们陪你去看看。小莹啊，不用怕，这林子里啊，这蛇都被大哥他们给捕完了。对，不可能有巨蛇啊！竟然真的有条巨蛇！
我就说有条巨蛇吧。小英，你靠后点，这蛇我和你四叔来捕。辣，出来了！老子砍！三叔四叔，你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呀！小英，我们给你收拾一下，这么大的蛇，拿到药铺能卖不少钱呢。三叔四叔，卖蛇的钱不用给我，你们拿着就行。哎，那不行。怎么不行？这蛇虽然是我和你四叔砍死的，但是你发现的，理应归你啊！三叔，我不是发现了蛇，我是发现了青雀古茶树，而这条蛇守在树旁，我没办法，只好叫你们。什么茶树？就是这株树，叫青雀茶树。我听茶楼的人说呀，一斤青雀茶叶要500两银子呢。500两？500两银子能买我们村所有的人和地了。这一斤茶叶能卖500两银子啊！小英啊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你该不会是被忽悠了吧？你们要是不相信，等我摘完这茶叶，你们跟我一起去茶楼。这茶叶条索紧结墨绿，带细密金毫，闻之清冽兰香，是青雀古茶树上的茶叶。韩掌柜，那这一筐茶叶值多少银子？小李，哎，来了。来，你去把茶叶称下重。好的，掌柜。金姑娘，稍等。掌柜的，净重是1斤6两。好。金姑娘，你这篮茶叶净重1斤6两，我给你按1斤560两算，共896两，你看怎么样？当然可以了，韩掌柜。那这篮茶叶就卖给你了。金姑娘，这些呀，一共是896两银子，你点点。好。小杨，真没想到啊，咱那一篮子茶叶竟然真的能卖800多两银子。是啊。三叔、四叔，你们俩也出力了，我分给你们400两，可以吗？这个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们就帮你杀了条蛇，这茶叶又跟我们没关系，哪能拿这个钱呢？没有你们帮忙捕杀蛇，我也没办法靠近青雀古茶树，更没办法摘茶叶卖钱。拿着吧。哎呦，不行！金姑娘，你是说你发现了一棵野生的青雀古茶树？对啊。那这株茶树能卖给我吗？我给你1500两银子。1500两银子？1500两银子。金姑娘，这株茶树呀，拿到府城去卖，也就能卖1500两银子。我给你这价，绝对没坑你。那株茶树上的茶叶我快摘完了，想再摘茶叶卖钱，得等到明年了。不如卖给韩掌柜，现在就把钱赚了。好，韩掌柜，那棵青雀古茶树就按1500两银子卖给你了。好，不过你得先带我去看看茶树。没问题，一会儿就带你过去。就在这里。这株的确是野生青雀古茶树。来，金姑娘，这是1500两银票，拿着。这么多啊！恭喜主人积累财富超过1000两银子，藏宝图升级。藏宝图要升级了，我得找个没人的地方才行。韩掌柜，这株茶树就归你了。三叔四叔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好。藏宝图。藏宝图升级为黄金级，奖励主人物品价值透视眼。连麻粗布斜挎包，23天前制作，价值15文钱。这价格说的真准，这包就是我前段时间花15文钱买的。主
人看着东西默念透视价值，东西就会显示价值，只有主人一人能看到。太好了，那我以后要是再挖到宝物，就不怕被人压价了。主人积累财富超过1万两银子，藏宝图升级为紫荆级，还会有奖励哦。好，那我加油吧。不过折腾一天了，我先回家吃个饭。爷爷奶奶、村长叔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唉声叹气的。爷爷奶奶、村长叔，你们怎么都愁眉苦脸的？还有小贤他们几个，这个时间不在私塾读书，怎么都在家？镇上私塾的夫子要进京赶考，把私塾关了。去县城私塾，暑修太贵，出不起。小贤他们几个都没学上了。小贤他们去县城读书，路远不安全，咱们在村里办村学吧，花钱请几个夫子来教。哎呀，傻丫头，你知道建村学要多少钱吗？还请几个夫子，咱们一个都请不起。这能要多少钱啊？起码得要1000两银子呢，咱们整个村都凑不出来这么多钱。才1000多两银子，我有。这是1200两银子。哎呦，真的是1200两银子！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啊？我在树林里发现了一株青雀古茶树，卖给茶楼掌柜赚的。你这丫头倒是好运的。小莹，这钱你真的要拿出来给村里建村学吗？当然啊，我记得村长叔说过，那什么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我现在有钱了，虽然不能兼济天下，但帮扶一下村里还是可以的。哎呀，好丫头！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去召集村民，准备开办村学。行，我跟你一起去啊！哎，等等，等什么？爷爷这时辰，村里各家都在吃饭呢，要不咱们吃完饭再去？哎呦，看我们高兴的，把吃饭这么大的事都忘了。对，咱们先吃饭啊！哎呀，饭我早就做好了，你们去堂厅，我去厨房端饭。哎呀，主人发现古朝大篆兽皮卷在野猪岭。野猪岭，等我吃完饭，我就去把财宝挖出来，反正离我家也不远。古朝兽皮卷，1360年前制作，记载古朝礼乐，价值2600两银子。哎呦，先生，这方岐县地方这么偏，路还这么难走，这地方到底有什么值得你来的？县城的文澜书馆据说找到了一卷古朝兽皮卷，若是真的，这兽皮卷我无论如何都得买下。但是先生，咱们这进山已经大半天了，也不知道走哪儿了。哎，那边有个姑娘，我们去问问路吧。可以，走。哎，姑娘，你可知方岐县怎么走？两位先生，你们从这个方向直走，大约半个时辰就可以到方岐县了。多谢姑娘。不客气。走吧。这兽皮卷若是当了，单以古物论，价格估计不高。不如找个书馆，这种1000多年前的孤本兽皮卷，给的钱应该更高。姑娘，你这2卷兽皮卷，从皮质纹理
以及这墨色年份、书法笔体，再到所在内容，这绝对是古朝之物啊！那掌柜，你书馆收这2张兽皮卷吗？不收。东西是好东西，但是卖不出去。你还是拿好吧，姑娘。看来只能去当铺了。掌柜，请问你这里有古朝兽皮卷吗？这位先生，我们书店没有古朝兽皮卷，不过巧了，这位金姑娘有。金姑娘，你这2张兽皮卷能让我看一下吗？看吧。哦，没错，这是记载古朝礼乐的兽皮卷。姑娘愿意出价多少卖给我？古朝兽皮卷，1360年前制造，记载古朝礼乐，价值2600两银子。2600两银子。好，我买了，给金姑娘银票。金姑娘，给。这是2600两银票，你点点。先生，这银票没错，这2张兽皮卷归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姑娘慢走。我现在手里的银票快有5000两了，还差1半就有万贯家财了。不好意思，小莹，我可算找着你了。四叔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四叔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表舅老爷的几位表兄弟和姊妹们过来做客，你奶奶让咱们带他们到城里的酒楼招待。好啊，那就金香楼吧，我先去订个包厢。行。欢迎姑娘来我们金香楼。金香楼的伙计还挺热情的。姑娘，您是一个人还是？有6、7个吧。你们这有包厢吗？我要最好的。姑娘，用我们这儿最好的包厢，最少要点50两银子的酒菜。你看这姑娘穿着朴素，不可能拿出50两银子，肯定不会订最贵的包厢。你们家的菜品那么贵，50两银子还点不到10样菜吧？这倒是。啊，这是100两银票，先来100两备菜，要招牌菜，最好的酒和茶。是，姑娘怎么称呼？我姓金。金姑娘，来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最好的包厢，您这边请。好。这姑娘穿着普通，出手竟然这么阔气。金姑娘，您觉得这间包厢怎么样？这包厢还不错，等会儿我堂哥、表哥、表姐他们来了，你就把他们带过来吧。好。快坐快坐。这就是金香楼的包厢啊。这是我们金香楼最好的包厢。小莹，金毅跟我们说要在这儿吃饭的时候，我们都不敢相信。这么好的包厢，这得多少钱啊？100两银子。100两银子，买座好点的宅院也不过100两银子，你一顿饭就吃掉了。也没那么夸张，菜都上好了，快吃吧。要不咱们把这退了吧，换个便宜点的酒楼。不用，这钱啊我都付过了。都别客气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吃啊！这么贵的菜，我可得好好尝尝。来吃。哦，对了，小莹啊，村长说请的村学夫子想见你一面。我又不上学堂上学，村学夫子见我做什么？四叔，我与夫子素不相识，也不进村学读书，村学夫子见我做什么？你是不上学，但是那村学是你出钱建的呀。小莹，你还出钱建了村学，那得多少钱啊？也就1000多两银子吧。1000多两银子啊！小莹，你家竟然发了这么大的财吗？也没有发多大吧，就是我做梦梦到的一个宝箱，我想着试试看能不能真的挖到，没想到在挖的时候，我自己无意中碰到一株古茶树，刚好就卖了点钱，便拿这钱给村里出了点力。你这出的力也太大了，1000多两银子，够我吃穿用一辈子了。
这村学的夫子啊，也觉得他慷慨仗义，所以呢，想见见他。明天下午我带你去村学见夫子。行，大家快吃。哎，吃。小莹，这位是村学张夫子。张夫子，这位就是小莹，也就是他出钱建的村学。是你啊，张夫子，小莹，你们认识啊？昨天下午在山林里挖到2张古朝的兽皮卷，我卖给张夫子了。夫子瞧着不是缺钱的人，怎么会来我们村学当夫子呀？2张兽皮卷，眼睛不眨的就花2600两银子买下了，绝对是个有钱人。我呀要效益兽皮卷内容，还要在这里待段时间，当夫子能有个落脚之地，也方便我找寻其他古朝旧物。夫子还要找其他古朝旧物啊？是啊，姑娘可是有线索？没有啊，无妨。没想到姑娘就是出自半村学的慷慨之人。姑娘可有继学的想法？不了，我小时候跟着三叔学了几年书，学到脑壳疼，不想再上学了。夫子，你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，那我就先告辞了啊。告辞。主人，发现古朝制6刀字石板在昌溪河边。古朝旧物。昌溪河岸上埋的古朝制6刀字，说挖出来卖给张夫子，银钱肯定不少。不过昌溪河白天都是村里打鱼的人，人多眼杂，我等晚上的时候再去看看。那不是金姑娘吗？大晚上的，她一个人在河边干什么？她不会是想不开了吧？走，去看看。古朝制6刀字，1380年前制造，价值2900两银子。金姑娘，张先生，这大晚上的，你来这河边干什么呀？哦，散步。你呢？我来挖这个，这是古朝制6刀字刻的石板。古朝织6刀字刻的石板，这个我从古籍里看到过记载，还从未见过真物。我瞧瞧。先生，这刻字的力道看着太匀，这看着不像古朝人刻的，别是仿的吧？先生，你看这石板都瞧不出这个风化残损，看着呀不像是1000年前的古朝旧物。这石板有入土1000年的气痕，是古朝流传下来的古物。你看这刻字，也与我在古籍上看到的织6刀字拓本一般无二，这是真品。显然真是真品。张夫子，那这石板你买吗？买啊，多少钱？2900两。金姑娘，你上次2张兽皮卷，你要2600两，这次只有1个石板，你竟然要2900两。那2张兽皮卷比较旧，这石板保存得更好。张夫子觉得不值吗？1块石板要这么高的价格，先生肯定不会给。这是古朝流传下来的珍宝，多少钱都值。啊！赶紧给姑娘银钱。金姑娘，这是2900两银票，你点点。收好啊。没错，2900两。张夫子，石板归你了。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告辞了。且慢。张夫子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金姑娘，你是怎么知道这里埋着古朝织6刀字刻的石板的？就是我晚上梦到的。托梦？无稽之谈，此不与怪神乱列，夫子怎么可能信你？我若说是藏宝图告诉我的，那你岂不是把我当妖怪烧了？不信算了，那我就先回家了。我信。不过先前呢，我还以为你家有古朝传承文稿，还想买些，没想到竟是金姑娘做梦梦到。我家呀，往上数10几代都是农民，能识字的人极少，可没有什么古朝传承。若你日后再遇到古朝流传下来的古物，不妨先拿给我，银钱好说。行，不早了，告辞。金姑娘慢走。爷爷奶奶、大伯，
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还不睡啊？小莹，你大伯做工的忘忧酒坊关门了。啊，关门了？忘忧酒坊不是县城最好的酒坊吗？生意那么好，怎么会关门呢？哎呀，就是因为酿的酒太好了，被京城的一个贵人相中了，要将东家一家接到京城开酒坊。哎呀，你大伯在8岁时就到酒坊做学徒，他除了酿酒手艺，什么都不会呀。那我们也可以自己开一家酒坊啊！到时候让大伯继续酿酒。我在酒坊没有看过酒水配方，最关键的成酒诀窍不懂，不会单独酿酒，开不了酒坊啊！主人，发现女儿红亮坛和酿酒配方在忘忧酒坊后院。忘忧酒坊里埋着酿酒配方，我若是挖出来，不就能自己开酒坊了吗？大伯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什么事？大伯，忘忧酒坊的东家要举家去京城，那留下来的酒坊怎么处置呀？自然是要卖掉。不过这东家不卖酿酒的方子，别人没方子就没法开酒坊，所以不好卖。那他们打算卖多少钱呢？要价350两，酿酒的所有工具会留下来。这么贵，谁卖呀？奶奶，那些酿酒工具都可值钱了，350两不贵，咱家买下吧。买下。那酒坊后院里埋着价值不菲的酿酒配方，买下酒坊我才好去挖出来。对呀，买下之后就交给大伯管。这小莹啊，你有这份心，想帮我脱离困境，心意我领了，但是咱家没这么多钱呐。钱的事情不用担心，我有。哎呦，这是400两银子，拿着，给。你竟然有这么多钱，还真要买酒坊啊？对啊，大伯，酒坊买下后，你带我去酒坊后院玩玩呗。好。哎呀，小莹啊，这就是酒坊的后院，你来这儿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小莹啊，这酒坊后院除了屋里的一些杂物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来这儿玩什么？我找找，说不定我还能挖出来宝物呢。不可能！哎呀，酒坊东家走的时候，把院子里外全部清扫了几遍，连杂物都没留下，绝不可能留下什么宝物。行，你自己玩吧，我去前院看看。好，大伯，你去忙吧。小莹，你还真在挖呀？这哪可能有宝物呢？有。还真没有东西啊！这就是2坛酒，这算什么宝物啊？女儿红酒酿制配方，价值3500两银子。3500两银子的酿酒配方，酿出来的酒必是佳品，这绝对是宝物。大伯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呀！小莹，你从这挖出来的竟然是酒水酿制配方。这2瓶应该就是酒坊酿出来的酒。大伯，你尝尝如何？这配方说酒名叫女儿红酒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估计喝着一般，否则不会被埋在地下，弃之不用。这酿酒配方价值3500两银子，酿出来的酒怎么可能一般呢？大伯，你就尝尝。行，就尝一下。哎呀，这酒肯定不好喝。这若是好酒，早就酿酒卖钱了，怎么会埋在地下？怎么样，大伯，好喝吗？哎呀，这酒怎么这么好喝呀？酒体绵厚顺滑，半点不辣喉，酒香浓郁绵长，这简直就是酒中极品呀！如果用这个方子酿酒卖，你觉得怎样？我觉得可以，一定会大卖。走，我们去找你爷爷奶奶商议开酒坊的事。走。
哎呀，这酒爹好喝吧？比我喝过的任何一种酒都好喝。你从哪儿弄的？是小莹在酒坊后院挖出来的。啊，后院儿？小莹，你怎么会跑那儿挖东西啊？小莹，那酒坊后院好生生的，你怎么会想起来去那儿挖东西呢？奶奶，我这不是昨晚梦到宝物在那个地方嘛，所以我就去挖了。没想到真挖出来了女儿红酒和酿酒方子。你这梦是真的太准了吧？可能老天爷眷顾我吧。如今我们买了酒方，有了酿酒配方，大伯对酿酒卖酒又熟门熟路，咱家就可以开酒坊了。是啊，不过这酒方是你出钱买的，酿酒配方也是你挖出来的。等酒坊开起来后，赚的钱单独分你5成啊！不用5成，爷爷，分给我3成就行了。我以后什么都不干，要是银钱拿的太多，别人容易说闲话。行，那就分你3成，每年啊再给你包个大红包。谢谢爷爷。哎，这酒确实不错。爹娘，我找小莹有点事儿，小莹你出来一下。好。四叔，什么事儿？小莹，上次你请我们去金香楼吃招牌菜，这回我们也请你吃一顿。还去金香楼吗？我们可请不起，我们找了一家北漠涮锅。涮锅？你看这涮锅新鲜吧？快尝尝。好。还挺新鲜的，咱这儿以前都没有，新开的14吧？是，味道不错吧？肉有点腥，味道也淡，没有奶奶做的炒菜好吃。听店小二说，北漠当地的涮锅都放了辣椒，更好吃。不过从北漠运来的辣椒1斤2两银子，店家一桌涮锅才卖1两多银子，不可能给咱们放辣椒。只可惜咱们这里没有辣椒，不然这涮锅吃着肯定更对味儿。主人，我发现3亩地的野生红辣椒在野猪岭。1斤辣椒2两银子，3亩地的辣椒那能卖不少钱吧？吃完我就去看看。主人，我发现的这3亩红辣椒地里，共有1500多斤成熟辣椒。1斤辣椒2两银子，1500斤，就是3000两银子。我现在就去摘辣椒。小莹，小莹，你下午有事没？没事的话，跟我去其他村里收粮去吧。不去，我还要去山里去找宝物呢。哪有那么多宝贝让你找啊？我要是一个人摘3亩地的辣椒，估计3天都摘不完。要不你跟我一起去看看？也行，你一个人去也不安全。反正收粮这事儿也不着急，我跟你一起去转转。走。小莹啊，你要转悠的是这野猪岭。是啊，怎么了？这里有好多野猪，特别危险，而且不可能有宝物。我们回去吧。你看，这不就是宝物吗？小莹，你是说这种红红的小果子就是宝物？对啊，辣椒1斤2两银子，这么大一片辣椒地，还不算宝物吗？辣椒？不会是北漠特有的那种香辛料吧？是，快摘吧。哎呦我去！小莹啊，这辣椒是北漠特有的作物，咱这儿不可能有，这不可能是吧？摘了拿去北漠涮锅店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哎，行。林掌柜，你看我们摘的这野生红辣椒品质如何？难得一见，色泽红亮，果肉厚实，堪称上等好货。掌柜的，那你们店收吗？收。1斤2两银子如何？好。小李，你拿去称一下。是。掌柜的，辣椒净重8斤，去掉篮子重量，净重8斤，给你16两银子，如何？好。姑娘，这是16两银子，你说好。尹掌柜，
这种品质的红辣椒，我家种了3亩地呢。哦，成熟的辣椒大概有1500斤，你这还收吗？金姑娘，你说你家种植了3亩辣椒地，都成熟了，产量有1500斤。对，那您这收吗？收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好，那我等会儿回去，我就让我家里人摘了，都给你送过来。金姑娘，我就在店里面等着你。好嘞，慢走。小莹，还真是没想到啊，那片山里的竟然真的是野生辣椒，还就这么卖完了。我就说是吧。我们不是要回去接着摘辣椒吗？怎么朝这个方向走啊？咱们呀，先去县里，那片山是县里的公物，我们先去县衙买下来，然后再摘，省得以后引起纠纷麻烦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难怪老天爷喜欢你，常常让你梦到宝物。嘿，我挖宝靠的是藏宝图，做梦梦到宝物不过是我的借口，但是老天爷待我真不错，不然我也不会有藏宝图。走吧，走吧。金姑娘，您要买野猪岭那片的山？是啊，多少钱？野猪岭那一片一共有5座山头，有2座物产还算丰富，1座按150两算，其余3座按50两，一共450两纹银，可不便宜啊。这是450两银票，您点点。没错，确实是450两整，我这就去给你写山契。金姑娘，你拿着山契去石雕店，自己雕刻几个石碑，立在山上即可。多谢大人指点。奶奶，哎，娘，金毅，你不是去收粮了吗？怎么跟着小莹一起回来了？小莹要去野猪岭，我怕她一个人不安全，就跟着一起去了。结果你猜，小莹发现了什么？什么宝物啊？娘，你怎么知道？真发现宝贝啦！你们是怎么发现的？奶奶，3亩地的野生辣椒一斤卖2两银子，3亩地的辣椒大概能卖3000两银子。3000两银子啊！对啊，奶奶，把野猪岭那片山林的野生辣椒全摘了，卖给殷掌柜，能卖3000两银子。明天咱们就去摘。奶奶，我把野猪岭那一片的5座山也都买下来了。啊，这是山契。你还买了5座山？奶奶，明天你喊上爷爷、二叔和几位堂哥，都去野猪岭，把辣椒都摘了吧。这是要赶紧摘了，这3000两银子，明天咱们一早就去。摘完就拉到北漠涮锅店卖掉。听你的，谁让你是小福星？哎呦，祖宗庇佑，走哪儿都能发现宝物。3000两银子啊！殷掌柜，哎，金姑娘，伙计老远看到你来了，我就赶紧出来迎接你。殷掌柜，这2袋都是辣椒，外面还有好几车呢，你要不找人去看看？金姑娘，不用看了，我相信你的品质，都是新鲜辣椒，我全都收下了。来人，去称一称。哎，好。掌柜，一共26袋辣椒，1563斤，1斤2两，共3306两。您稍等，我给您拿银两。三叔、四叔，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等着吧。好。金姑娘，这是3306两银子，您点点。好嘞，没错，多谢殷掌柜。那这些辣椒都归您了。要不吃个饭再走吧？不用了，殷掌柜，家里还有事儿呢。这么一大笔银子，奶奶还等着分钱呢。那行，那我就不留了，诸位慢走。好嘞，请。奶奶，今天卖辣椒的钱给族兄的工费4两，还剩3302两，您看看怎么分？哎呀，小莹啊，这辣椒是你发现的，野猪岭是你山头，卖辣椒的钱分你2000两，500两放在老头子和我这儿，作为家里的公用开销，你们觉得呢？听娘的，听奶奶的。你们一人100两，谢谢奶奶。哎，谢谢娘。
另剩585两银子留作照看辣椒地的用度。回头我找2个人在辣椒地外搭个围栏和小屋看管起来。小莹，你看呢？我觉得挺好。行，钱也分完了，我去做饭。吃完饭，小莹，你去学堂接你弟弟们回来。好。金姑娘，你过来一下。张夫子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张夫子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金姑娘，根据我们的演绎，你找到这块石板上记录的是古朝祭祀神像，石板在村府街，我们猜测神像也在村府街。不知道你可听说过有谁见到过这铜像？没有听过。主人发现古朝铜制神像在野猪岭。藏宝图发现了神像，张夫子正想要这个，说挖出来卖给他，定会给我不少钱。把弟弟们送回家，我就去开挖。姐，你是来接我们的吗？对，来。张夫子，我就先送孩子们回家了。要是我得知铜像下落，一定回来告诉你。多谢姑娘，若有消息，我定有重谢。好。张兄，我们派了几十个人都没找到铜像的半点影子，那姑娘一个人不可能找到什么线索。哎，那倒未必，这姑娘毕竟是本地人，且有些运道。再说了，兽皮卷和石板都是她挖出来的。俗话说事不过三呐，这姑娘运气再好，都已经找到2件古朝珍宝了，不可能找到第3件。与其指望她，还不如咱们自己也去林子里转转。小贤，你先去前厅吃饭，我一会儿出去一趟，马上就回来。好的，姐。主人，古朝铜像在野猪岭的北山林子里。那不是金姑娘吗？她在挖什么？估计在挖野菜吧。古朝铜制神像1380年前制造，价值3900两银。3900两银子，这次的宝物值钱啊！张夫子，你快来，我找到古朝铜像了。怎么可能？走去看看。这铜像的纹饰、铜制与形制，还有这锈迹包浆，竟真是1000年前的古朝铜像。没错。张夫子，那您收这铜像吗？可以啊。金姑娘打算作价多少？3900两银子。张夫子觉得如何？可以，我买了。这是3900两银票啊！你快看，他们手里那么多银票。那这铜像就归你了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回家了。金姑娘慢走。听他那意思，是把铜像以3900两卖给了那几个人。3900两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！你快告诉老大，这钱咱们要是抢过来，山寨接下来3年不愁喝酒吃肉啊！我这就去，你跟着那姑娘。恭喜主人积累财富超过1万两，黄金藏宝图升级为紫金藏宝图，奖励主人定身咒和大宗师级武功。这个世界除了主人，没有其他大宗师，主人武功天下第一。大宗师级武功，这个奖励好啊！如果遇到歹徒，我也不用怕了。主人再积累10万两银子，我就能升级到神级，还会有更好奖励哦。神级？你升到神级，除了奖励之外，是不是还能带我找到神龙宝藏？是的，主人。太好了，那我一定努力让你升到神级。太好了，老大，你们来的真快！我听程州说，你们求见一个小姑娘，身上揣着3900两银子。对，就是她。走，捉住她，让她把银票交出来。老子是盘龙山云虎寨大当家，小姑娘，识相的话，主动把3900两银票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兄弟几个不客气。山匪还想抢我？知道就好。
银票拿出来！藏宝图刚奖励我高级武术，让我成为武林高手。这群人打不过我，还敢抢我？银票是有，但你们得有本事抢才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兄弟们，他竟然说我们没本事，让他瞧瞧我们的本事！这就不行啊？还想抢我？就这点本事？哼！小莹，小莹，奶奶让我喊你回家吃饭去。哎呀，这里发生什么了？这里发生什么了？他们是什么人？他们都怎么了？他们是盘龙山的山匪，他们想抢我的银子。不过之前我在梦里学会了一些武功，他们都被我打败了。小莹，你做梦不但能够挖宝赚钱，而且还学了武功，别大惊小怪了。对了，我在这看着他们，你去衙门报官。哎，好。走走。哎呀，走吧，四叔，我们回家。奶奶还等着我们回家吃饭呢。哎，走走走。林锦兄，古朝典籍记载的10大宝物，我们已倒数3个，若是拿回京城，定会引起轰动。是啊，京城多少人找了多久都没找到，这一下子，这10大古朝珍宝中，兽皮卷、石像、铜像，竟被那姑娘找到3件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你说她有没有可能把剩下的几个也找到？说金姑娘能把古朝典籍记载的剩下的7个宝物都找到，古朝的历史谜团就能解开了。哎呀，尽做白日梦，她能找到3个已经是莫大机缘，不可能再找到剩下的。主人发现古朝水泽碑在巨蛇谷。水泽碑是什么呀？水泽碑是古朝衡量江河水位的石碑。水泽碑，这名字啊，听着就值钱，我现在就去挖出来。哎，小莹，刚吃完饭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奶奶，我去巨蛇谷玩会儿。那地方那么危险，金毅，你跟着小莹一块。好。行，四叔，那你带俩锄头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好，奶奶，那我先去了。哎，去吧。小杨，你来这巨蛇谷，是不是又梦到宝物在这里了？四叔聪明啊。四叔，这宝贝就在前面呢，咱们去吧。走。山碑，这不值钱啊？难道这次你的梦出错了？小杨，这东西啊可便宜了，一块新的也就2两银子，这么破的卖给10行，我估计也就几个铜板。古朝水泽碑1390年前制造，价值4500两银子。四叔，这可不是山碑，是古朝的水泽碑。古朝的旧物，我听说张夫子正在研究古朝的遗迹，这东西卖给他肯定赚钱。这样吧，我在这守着，你去叫张夫子过来吧。行，我这就去叫他。金小哥，你说金姑娘在巨蛇谷发现了古朝水泽碑？不可能，这水泽碑是衡量水位的，这巨蛇谷地势那么高，谷内又无溪流，水泽碑怎么会在那儿？这说不定1000多年前巨蛇谷是大河流经之地呢。且不说真假，2位先生去瞧瞧，不就知道了。也好。走，走。哎，这边。张夫子，大篆刻文、刻度制式、编凿工艺，还有这纪年印记，这块的确是古朝水泽碑。竟然真让你又找到古朝宝物！我晚上梦到的，运气好。那这件宝物你们收吗？当然收了，哪能不收呢？金姑娘打算卖多少钱？4500两。这么一个又破又旧的石碑，竟然值4500两银子！没想到小莹的梦是真的。金姑娘，这是4500两，你点点。张夫子，这钱够数，那水泽碑就归你们了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，金姑娘。好。四叔，这是2000两，分你。不用这么多，给我个劳力辛苦钱就行。这是你自己挖宝挣到的钱，我怕拿多了，你以后就梦不到宝物了。这没法解释了，算了，以后四叔需要用钱，我再帮他好了。四叔，辛苦钱给你500两吧。
怎么了，四叔？你不会是嫌少吧？我还是觉得你给的太多了。当初奶奶给我准备成亲的聘礼，那时候才5两银子，哎呦，在村里头已经十分丰厚了。如今我跟着你挖了个10倍，辛苦钱就有500两，我简直不敢相信呐。四叔，我记得前阵子奶奶找了媒婆，说是想跟你说邻家的姑娘，说的怎么样了？说成了，明天来家里见面。那我是不是要给未来四婶准备个红包？不用，你又不是长辈，准备什么红包啊？行吧，那到时候看奶奶让不让我去见人，不见人就不给了，见人我就给个红包。我谈婚论嫁是大人的事儿，你一个小姑娘，奶奶不会让你见的。新一啊，你去把小莹叫过来，见见你媳妇儿。娘，你让小莹来见我媳妇儿，不是你让她见什么呀？娘，我相亲娶媳妇儿，你跟着相看就好了，为什么让小莹一个小姑娘也相看？她是小福星，经常能梦见宝物，说不定她见了你未来媳妇儿，就能梦到邻家姑娘适不适合进咱家的门呢。不过你说的也在理，我这就去找小莹来。去吧。四叔，那你觉得邻家姑娘怎么样？今天第一次见面，看着挺好的，主要是娘见了几次，挺喜欢她的。奶奶喜欢，指定不错。小莹，这位是邻家姑娘。小莹，第一次见面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这是我自己绣的荷包，还望你能喜欢。林姑娘人长得漂亮，会来事儿，会说话，绣工还好，以后肯定能和四叔把日子过好。林姑娘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见面礼。谢谢。里面有东西，打开看看。林姑娘还挺大方，我四叔给她的聘礼就5两银子，她竟然给了我1两银子的见面礼。小莹，那你给林姑娘的荷包里面放了多少银子？爹娘，小莹给我的见面礼竟然是50两银子。怎么可能？还真是50两，这金小姐也太大方了。50两啊，多少农家户2代人都攒不到的钱，会不会是她拿错钱袋了，给错了？指定是，我们还回去吧。好。小莹没给错，林姑娘，这50两银票就是小莹给你的见面礼。聘礼5两银子，未来的小侄女给的见面礼是50两，怎么可能没给错？聘礼按规矩，见面礼看心意，小莹给你了，你就拿着吧。谢谢婶子。那小莹在哪儿？我给她道个谢。她出去玩了，我也不知道去哪了，你安心收着用啊，不用太挂心上。主人，我发现的古朝金块在盘龙山上，你顺着再走一点点就到了。古朝宫廷金块1377年前制造，价值130两银。这古朝金块1块就值130两银子啊，那这一盒至少能卖几千两银子啊！哎，先生，你看，那不是金姑娘吗？哎，她手里拿着金子，难道要在山里买金子吗？过去看看。走。张夫子、林先生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一盒古朝的金块。既然是挖到金子，不是要买金子。可这金块虽然有些锈迹，但整体还是比较新，不像是埋了1000年的。你不懂，这金块虽看着新，但其金质精纯，大砖可闻，皆是古朝宫廷制式，是古朝旧物啊。林先生，古朝宫廷金块若卖掉，价格肯定比普通金块贵吧？你想卖多少钱？我想1块卖130两银子。这1块重约10两，
你要加100两尚可，130两太贵了。林先生，普通金子自然是10两兑100两银子，但这是古朝流传下来的宫廷金块，远比普通金子珍贵。张夫子，你觉得呢？金姑娘所言合理，就按130两一块算。罗昭，你点点有多少金块？先生，总共有43块金块，核算5590两银子。好，给金姑娘。金姑娘，这是5590两银票，你点点。张夫子，这个古朝金块就归您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就先回家了。好的，金姑娘慢走啊。好。四叔，这么多人，他们在干嘛呢？村里不是要修路吗？村长想让每户出2两银子，再出2个劳力。这修路确实是好事，但村里大多数都不富裕，很多人不同意吧？可不是嘛！这会儿村长说啊，正跟大家讲修路的好处呢。我们村呐，世代走的都是这条泥路，这下雨踩泥，晴天扬灰，这路修好了，大伙出行也能省不少力。村长说，那这修路总共得多少钱呀？村长说，那这修路总共得多少钱呀？小莹，按照我们合计，把从村里到县城的路都修好，需要260两银子。修路对大家来说是好事。事儿再好，但分摊到一户头上就是2两银子，这么多钱，谁家能拿出来啊？是啊。村长说，那这修路的钱，不如我们家全出了吧？小莹，早听闻你家发了点财，但260两可不是小数目。你说拿就拿，便是拿得出来，你家长辈也会打你。小莹愿意拿，我欣慰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打他？这么说，你家真要出钱？当然，只不过我们家出了钱，那出劳力的事儿。修路需的劳力，其他家分摊，你们家就不用出人了。大家可有什么异议呀？修路需的劳力，其他家分摊，你们家就不用出人了。大家可有什么异议呀？村长，修路这事儿，金二叔家若出钱，我们其他家出劳力就是应当的。好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小莹，那你看银子什么时候可以给到？这会儿人太多，我直接拿出几百两银子扎眼。村长说，不如明日你到我家，我把钱拿给你。爷爷，村长说，这是260两银票，你点点。没错，是260两整。按卷上记载的，和金块一起运走的还有一批描金瓷器。这瓷器遗落之地，应该和金块离得不远。远不远，不是咱们说了算。金姑娘挖出金块的那地方，咱们里里外外搜寻了3遍，都没找到线索。依我看，这事得看运气。金姑娘运气好，那不如让她帮我们找找看。等等，先生，这估计不行。为何？金姑娘出钱给村里修路，她现在忙着这事呢，肯定没空帮你一群古朝瓷器啊。金姑娘倒是有远见，又是建学堂，又是修路，京城多少权贵子弟都没她这份远见，都不像个村姑。修路确实是村里的大事，那一会儿我们自己进山找找瓷器。小莹，一会儿村里分配各家修路的路段，这村长叔说让你过去看看去。四叔，你去看吧，我去山里转转，钱我都付了，还让我出力？不行，我要去挖宝。挖宝？难道你又梦到什么宝物了？这确实比修路的事大。那你去吧，去吧。好。主人，古朝描金大瓷碗就在前面一点的位置。哎，先生，金姑娘在那挖东西呢，去看看吧。走。古朝宫廷描金大碗，1375年前制造，价值6000两银。金姑娘，张夫子，林先生。这是记载中的古朝宫廷描金碗。金姑娘，您这碗我能看看吗？当然可以。张夫子，您请看。
这瓷碗釉色温润，描金纹样，纹饰规制与款式特征均属古朝宫廷日制啊。林先生，那这个古朝大碗你收吗？当然收，你要多少钱？一个6000两。一个你要6000两？这可是古朝大碗，难道不值这个价吗？这不能说不值。值。罗昭，给金姑娘银钱。金姑娘，这是6000两银票，您点点。是这个数。张夫子，这碗你们处理吧，我先回家了。好。来，村长叔，怎么了？村长叔，刚刚那边突然砰的一声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梁海家的草棚屋倒塌了。这草棚屋确实不结实。谁说不是呢？但村里一小半的人家都只住得起草棚屋。如今我家连草棚屋都没了，还得仰赖村长给找个落脚栖身的地方。哎呀，不用客气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已经家财万贯，村里却有人连屋子都住不上，我也该帮衬帮衬村里。村长叔，像这样的人家一共有多少户呢？是113户。113户。我打算出钱给这113户各建一座5大间的砖木宅院，还请村长叔代为操办此事。什么？你要建113座砖木宅院？小莹，你知不知道给村里113户人家各建一座砖木宅院得多少银钱呢？肯定不知道。我大伯当初建砖木宅院，里外和家具总共花了20两银子。我要建113座，就是2260两银子。没错，你都知道要2000多两银子，你还夸海口。我没有夸海口。村长叔，要不明日您去我家，我就把钱给你，然后我们再签个建屋契约。经理，你家当真要拿出来2260两银子给村里人建宅院？不是我家，是小莹要拿钱，她的钱她自己安排。村长叔，该你按签印了。这是2260两银票，您看看。好，真是2260两，没错。至于这契约，就让我爷爷保管了。好嘞，那我这就去召集村里人，今天就开始准备材料建屋。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主人发现古朝海螺石在盘龙山。海螺石虽然不知道是什么，但古朝的东西都值钱。我现在就去把它挖出来。小杨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要去盘龙山挖东西。盘龙山那里可是土匪横行啊！是啊，你等等，我和你一块去。行，那你带俩锄头吧。好，我去拿。三叔，那我先去了。你得小心点啊！小杨，这盘龙山里到处都是山匪，你来这里做什么呀？挖宝贝啊！这前些年旱灾，山上的野菜和动物都被山匪翻找一空了。这若是有宝物，也早就被山匪挖走了，哪还能轮得到咱俩挖呀？居然真有宝物没被山匪搜到挖走，这不会又是你做梦梦到的吧？这次你的梦会不会是错的？这一堆有些奇怪的石头看着就不值钱呢。古朝祭祀海螺石1395年前制造，价值660两银子。一个能卖660两，这里面少说有10个，也就能卖6000多两银子。四叔，这箱石头可值钱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四叔，你看这海螺石上的印记和刻纹，这是古朝祭祀之物，可值钱了。一个就能卖660两银子。一个值660两银子，快看看有多少。哎呦，一共有10个，那不就是能卖6600两银子吗？对，四叔，你去找张夫子和林先生过来，他们收这个。那行，我这就去找他们。那些石头竟然能卖6600两银子！我在云虎寨打家劫舍5年，抢的银子加起来也没那么多。二当家，这些石头若是抢过来卖了，咱们山寨5年都不用开张了。抢，必须抢！没想到我随便巡个山，还能碰到大货，
抢到后，兄弟们也能跟着吃香喝辣。走。你们是山匪？小姑娘挺有眼力劲啊！我乃盘龙山云虎寨2当家，想活命把宝物留下来，赶紧滚！要管也是你们管，我挖到的宝物怎么可能便宜你们？张夫子，能在这儿碰到你们啊，真是太好了。我侄女儿挖了一箱海螺石，离这儿不远，请你们过去看看。海螺石啊，古朝典籍中的祭祀之物，这必须去看看。麻烦带路。走。不识好歹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俺们就不客气了。住手！别动我侄女儿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把人杀了，海螺石抢了。小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张夫子，这些山匪作恶多端，还想抢我挖到的海螺石，麻烦你差人把他们送到官府，绳之以法。来，金姑娘，这就是你挖到的海螺石。对，张夫子，你看。张兄，我听你说过，这海螺石是古朝祭祀圣物，但这石头看着奇形怪状，不可能是圣物吧？这海螺石能成为圣物呢，不在于外形，而在于传说。这海螺石能使国运昌盛，消恶解灾。哎呀，金姑娘，没想到你寻宝运气一流，懂得也挺多的。金姑娘说的对呀，这海螺石上刻有古朝祭祀用的铭文和朝谒，这确实是古朝祭祀圣物啊。既是祭祀圣物，那不知张夫子收不收？收。金姑娘这次打算多少钱出手啊？这一个海螺石呢，价值660两银子，这些一共6600两银子，不知道张夫子意下如何？10个6600两，可以。好，那成交吧。来，这是6600两银票，你点点。没错，夫子。这海螺石就归你们了。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和四叔就先走了。好的，金姑娘慢走。好。好。四叔，海螺石是我们一起挖出来的，一共6600两，分你一半，3300两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就跟着你跑腿儿，在这溜达了一圈，这钱我不能要。这怎么行？当然行啊，这是你自己梦到的宝物，赚的钱应当是你的。我要是拿的钱，我心里不安啊。怎么会不安呢？反正啊，我不要，这可是3000多两银票，我要是揣兜里了，晚上我都睡不着觉。那这样吧，分给你300两银子，这下总行了吧？收下吧。那也行，下次你可不要再给我了，我是你叔，帮你是应该的，不要跟我客气。好。告做梦挖宝这个说法算是深入人心，没有人怀疑我身上有神力，都觉得我是受老天爷庇佑，这才是四叔不安的原因吧？不然怎么让他连钱都不敢多拿？那以后他有用钱的时候，我多出点吧。哟，三叔，这不年不节的，谁给咱们家送这么多礼物呀？小英啊，这些都是乡亲们送你的。送我的？小英啊，你给村里出钱建学堂、修路、建房屋，全村人都受你的恩惠，所以家家户户都来给你送东西。那送这么多的东西，咱们家得回礼呀，那可有的回了。你爷爷奶奶正头疼着呢。三叔，我出钱，让爷爷奶奶看着回吧。这500两用不了这么多，他们送的礼全部加起来还没15两呢，咱们按规矩回就行。三叔，不用计较那么多，除了回礼，剩下的钱就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一些米面粮油，还有布匹棉花吧。哎呀，行，那就按你说的办，我跟你爷爷奶奶说说。好啊，这真的是古朝祭祀用的海螺石？没错，照他的运气啊，很有可能把古朝10大珍宝都能找到。他运气再好，也不可能做成此事。为何？
古朝10大珍宝流落在全国，金姑娘运气再好，顶多把本县附近山里的挖到。要我说呀，留藏在本县的珍宝，应当都被他挖完了，他不可能再挖到古朝珍宝了。主人发现古朝珍宝王后金杯一对，在野猪岭。古朝王后金杯，这一听就很值钱。我现在就去挖出来。快抓住他！野猪跑远了一个，我们再看其他的吧。哎，青影，哎，小莹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四叔，我昨晚又梦到了这里有宝物，试着来挖一挖。那我们一块帮你挖吧。一哥，我们还得打猎呢，而且这荒山野岭怎么可能没有宝物啊？一哥，这野猪岭只有野兽，不可能没有宝物，我们还是去打猎吧。这里埋的古朝王后金杯，可比你们打的猎物值钱多了。让你挖你就挖，废什么话啊？小银的梦一直很准的，不可能没有。就你相信，不可能有的，白浪费时间。这真的，这里竟然真的没有宝物啊！哎呦，一对破杯子，一看就是小孩玩的，拿到当铺估计都不收，不值钱。你瞎胡说什么呢？古朝王后金杯1366年前制造，价值3500两银子。一个杯子值3500两，那2个就能卖7000两银子啦。古朝王后金杯1366年前制造，价值3500两银子。这2个杯子能卖7000两银子，太好了。小杨，这俩杯子怎么看都不值钱，看来你的梦不准啊，也不是每次都是宝物啊。瞎胡说什么呢？你能认识古董？不懂别瞎说。我嘴秃噜了。一哥、小杨，你们别放在心上。行，那你们先忙你们的吧，等会儿我就回去了。这野猪岭上有野猪，你路上小心点啊。嗯，走吧。走了。除了四叔，其他都是外人，他们觉得不值钱也好，免得知道这俩杯子能卖7000两银子，心生一些想法，伤了和气。这本传记很有意思，里面写道，在古朝16代王后曾打造一对金杯，专门招待来拜见她的百姓。这只是瞎编的，这是野史，甚至我觉得古朝10大珍宝中的金杯根本不存在，王后不可能为了招待百姓而打造金杯，这是后人杜撰的。张夫子，林先生，我挖到了这古朝王后金杯。你说什么？林先生，我说我挖到了古朝王后金杯，你那么惊讶做什么啊？他刚说世上不存在什么王后金杯，你就拿个金杯进来了。这金杯的制造工艺、器纹样式和包浆痕迹看，正是古朝第16代王后期间的制器。这种传说中的器物竟然都被你挖到了。只是我运气好而已。这金杯你们收吗？收，自然收。你想多少银钱出手？这一对啊，7000两。7000两啊，没事儿。金姑娘，这是7000两银票。好，张夫子、林先生，这金杯就归您了。没有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你们考古了。金姑娘慢走。好嘞。慢走。堂哥，你今天怎么没有去堂房做工啊？小莹，堂房关门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用去堂房上工了。堂房关门了？你做工的堂房是咱们村唯一一家堂房，好多人都去那里买糖呢，这好好的怎么会关门呢？东家的儿子考上了童生，还上了县书学院，东家准备举家去做陪读，并在县城开堂坊。可惜我在堂坊里时日不多，还没完全学会制糖的方法，
不然就让爷爷买下糖坊，咱们自己开，以后也少不了你糖吃。那制糖之法可是人家的不传之秘，怎么会告诉你呢？对呀，所以没办法，所以我准备去大伯的酒坊里做学徒。主人，发现制糖方谱在梁记糖坊后院。真是大科室送来枕头，藏宝图竟然发现了制糖方谱。堂哥，走，带我去一趟梁记糖坊。糖坊今天关门不营业，东家正准备找下家呢。你去那干嘛？当然是买下糖坊啊。可是咱们又不会制糖，那会制糖的老师傅都会跟着东家走，你要糖坊何用啊？藏宝图发现糖坊后院有制糖配方，只要买下糖坊，我挖出配方就能开糖坊了。堂哥，说不定买下糖坊你就会制糖了呢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走吧，别废话了，走，带我去见东家。好吧。东家，这位是我妹妹，她想买下糖坊。敢问东家，糖坊要多少钱出手？金姑娘，我这糖坊预售300两银子。这是300两银子。且慢，姑娘，这糖坊是我先跟梁东家谈的。那敢问，梁东家可有摊腿啊？金姑娘，我虽然没有和梁东家谈好买卖，但是做生意总得有先来后到吧？我先来就得我先谈。那既然没有谈妥，又何来先来后到呢？梁东家，你说呢？自古生意只谈价格，既然两位都有一糖坊，不妨公平竞争，谁出价高，糖坊归谁。金姑娘，看你是粗衣布衫，定出身于贫寒，比价格你一定比不过我，不如就此放弃吧，免得伤了和气。梁掌柜，我加100两，我出400两买这糖坊。我出500两，我出600两。你，小姑娘，你知不知道这糖坊最多就值500两，多1分你都亏。荣老板若是出不起这价，不妨体面放手，何必贬损我这糖坊的价格？你，姑娘，这是糖坊地契，请收好。梁掌柜，这是600两银票，您收好。到时候糖坊东西对接，你就跟我堂哥谈就好了。我现在去糖坊后院看一下。好，金姑娘请便。藏宝图提示后院埋着宝物，现在糖坊是我的，可以挖了。堂哥，糖坊的物件都清点清楚了。梁东家早就收拾好了，清点很顺利。不过咱们又不懂得制糖，买下这糖坊有何用啊？等会儿你就会制糖了。不可能吧？这世上又没有天降智慧的，是吧？是没有天降智慧，但是我有宝图。你这是挖啥呢？宝物。宝物？这梁家3代都住在此地，要是有宝物，他们早就挖走了呀。不可能轮到你来这儿吧？哎呀，这竟然真的有宝物！制糖方谱68年前撰写，价值14500两银子。一本书，这算什么宝物啊？堂哥，你看，是制糖的配方啊。制糖方谱，这里面是制糖的配方。对，真的是制糖的配方，还不止一种。这本书价值连城啊！有了这本制糖方谱，到时候我们糖坊就能开张了。不过你怎么知道这儿有制糖方谱啊？难不成又是做梦梦到的？对，你这做梦能力真让人羡慕。走吧，我们回去给爷爷说一声。你们想开糖坊，有现有的作坊，有制糖的配方，可以。但是你们开张以后，这个所赚的银两怎么分？有想好吗？想好了，我们3-7分，我3成，小云占7成。行，那写个契书吧。好，契书我收了，你们带我去瞧瞧糖坊吧。
爷爷，让堂哥带你去吧。那行。主人，我发现古朝锦凯衣在石鼓潭边上。主人，我发现古朝锦凯衣在石鼓潭边上。锦凯衣？锦凯衣是什么东西？一种用特殊材质制成的防御衣服，用来抵御一定的刀剑和剑矢攻击。宝甲这种东西对我这种武林高手可没什么用，不过对其他人来说也能算是一件宝物。哦，张兄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石鼓潭。依我们看校的古籍所记，这个锦凯衣就在那地方，我得去寻寻。我劝你别忙活了，锦凯衣在那边呀，恐怕是在石鼓潭里面。但说到底，这就是一件衣服，材质已被侵蚀了1000年，早腐烂成泥了。这衣服埋到地里1000多年，竟然只是微损，这么愧是古朝宝物啊！古朝锦凯衣微损，1299年前制造，价值2500两银子。这一件就是2500两，那3件的话，岂不是7500两？卖给张夫子的话，可是7500两啊！张兄，这锦凯衣已经埋藏1000年，不可能存在。我们就是挖地3尺也不可能找到。金姑娘，她手里拿的好像是那匣，应该是锦凯衣吧？金姑娘，张夫子，林先生，这制作工艺、暗纹形制和匠作痕迹，跟记载中的锦凯衣一模一样啊！这就是锦凯衣。锦凯衣竟然是1000年不腐，这材质真是太神奇了。张夫子，林先生，那这锦凯衣你们收吗？收，你报个价。这3件锦凯衣一共7500两银子。好，金姑娘，我拿钱。张夫子，那这3件锦凯衣就都归您了。好嘞。算一算，这金姑娘已经挖了兽皮卷，雉柳刀字石板，还有神像、水泽碑、故宫金块，天地人碗、海螺石、王后金杯、锦凯衣，9件古超珍宝了。还差1件，我们就集满了，古超10大珍宝了。在聊什么呢？哎呦，小莹啊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们正说你呢。说我什么呀？小莹，这爷爷的生辰啊就快到了，你准备送爷爷什么礼物？我还没想好，你们呢？我准备送一件新衣服。我准备送一斤茶叶。我准备送一壶好酒。那你们说爷爷最想要什么呀？我可是听奶奶说了呀，这爷爷最想的事儿就是开个木匠行。他小时候啊在木匠行当过几年学徒，这长大了就想开个木匠行。虽说他在木匠行里这学会了选材变木、开料刨平，但是那些什么榫卯啊、放线打样啊、造器成型啊这些手艺他没咋学会。这后来呢，家里出了事儿之后啊，他就回来担起了生计，放弃了当初的志向。所以说爷爷没能学成木匠，开木匠行当师傅，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哦。这如今啊，家里确实富裕了，但是你爷爷他年事已高，总不能说再让他重新回木匠岗当学徒重新学吧。我们也想把现成的木匠行买下来送给爷爷，木匠行东家说什么都不肯卖。那木匠行人家都经营了100年了，都5代人了，人家才不会卖呢。所以爷爷最想要的，这咱们也都送不了了。主人发现了木匠全书《鲁班经》在金家旧祠遗址。主人，
我发现了鲁班经在金家旧瓷遗址里。鲁班经里记载着木匠的所有手艺。我要挖出来送给爷爷做生辰礼物，爷爷肯定高兴，也能圆了他的木匠梦。只是宗家祠堂，人家肯定不会让我随便进去挖吧？这个事情还得找村长叔商量一下。村长叔，那个遗址您看多少钱卖给我？小莹，你要买下咱们村的宗族旧瓷遗址？那块地方需要多少钱？不是钱的事，那个地方本身就是供奉咱们祖宗的地方，不能轻易的送给他人。你买下是想做什么？我是想挖宝，但这事儿还是尽量不和人说的好。我买下它呢，是想把它修建成养鸡院，专门来收留孤儿，还有无家可归的老人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真是好事啊！哎，这份心实在是太好了。那你看这样子能多少钱卖给我呀？不用钱。这是地契，直接拿去用就好了。好嘞，村长叔，那等会儿我就先过去看一下，回头等正式动工，还要请您回来主持呢。好，慢走，村长叔。鲁班经392年前编写，价值7800两银子。把这本鲁班经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爷爷，他肯定很高兴。爷爷，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，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小英啊，你这是送爷爷什么礼物啊？一本书。小英啊，你爷和你一样，这从小他就不爱读书，你怎么还送他本书啊？你有没有准备别的礼物啊？四叔，你放心吧，爷爷肯定会喜欢的，而且他还会潜心研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看你爷啊，现在表情都木了，这肯定是不开心呢。谁说我不高兴啊？我是太高兴了。爹，你该不会是说反话吧？这小英子送你的可是本书，你不是都不爱看书吗？我是讨厌那些无用的书，这本鲁班经是我毕生所求啊。鲁班经，小英啊，你这个礼物真是了了爷爷一个心愿呐！爷爷真是太高兴了。爷爷你高兴就好，这个箱子里还有一份礼物呢，你看。县城店铺的地契，准确的说是经济木匠行的铺子地契。哦，爹啊，还得是小英想的周到。爷爷，铺子啊，我都装修好了，回头那些工人还有掌柜什么的，你看着招。哎呦，好。哎呦，瞧你高兴的。好了，外面宾客都到齐了，都出去上桌，准备开席。吉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这等你们半天了，你们呀去哪里了？我们去金家吃席了。金家，就是那个身上有9件古朝珍宝的金姑娘的家？对，就是他家。那你可知金姑娘手里除了这9件古朝珍宝之外，可还有其他的珍宝？不知，不过我可以带你去他家看看。金老夫人啊，不知金小姐手里除了那些古朝珍宝，还有没有其他的珍宝？哎，我不知道，这个要问小莹。不过她这会儿不在家。哦，那你可知她现在身在何处啊？主人，发现珍宝鱼纹阔口罐在巨蛇谷。主人，我在巨蛇谷发现了明朝贵族专用鱼纹阔口瓷瓶。明朝流传下来的古玩瓷器，那肯定能值10万两银子。小英，你怎么跑到巨蛇谷深处来了？这里可不比外面，到处都是蛇。藏宝图指引的路，为避开野兽和毒虫等危险。不过为防意外，我也做了准备。三叔，我来挖宝，我还带了驱虫药粉和驱蚊粉呢。
挖宝？又是你梦到的吗？啊？嗯。那我跟你一起。好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好。三叔，藏宝地就是在这里呢。小莹啊，我不该怀疑你做梦的能力，但是我看着杂草丛生的地方，不像是有人能买宝贝啊。藏宝图不会有错，这里肯定有宝贝的。真的有人在这里买宝物啊？藏宝图指引的地方，怎么会没有宝物呢？明朝贵族专用鱼纹阔口瓷瓶，456年前制造，价值10600两银子。这瓶子看起来不值什么钱啊。三叔，这瓷瓶可是明朝的文物，这个瓷瓶就能值1万多两银子啊！1万多两？这不可能！金姑娘，我领我朋友在山里转转，没想到碰到你了。哎，吉兄，这位便是金姑娘啊。金姑娘，你手中的瓷瓶可否给我瞧一瞧？当然可以啊。这瓷瓶胎深细腻，这块鱼纹用的是对釉描金工艺。这落款是宁锦元年的官窑，这是宁锦元年官窑烧制的瓷器。金先生好眼力啊！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割爱此瓶？这瓷瓶是明朝古董瓷器，如果要出手的话，10600两银子，不知道吉先生意下如何？一个宁大的瓶子竟然要1万多两，家主，我看他想坐地起价，拿你当冤大头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家小英说的值1万多两银子，那他肯定是值这个钱。这个瓷瓶可是明朝的古物瓷器，材质工艺保存完好，它的价值本身就很高。金姑娘说的没错，这个瓷瓶呢，确实值1万两银子。一叔，给金姑娘银票。是，家主。没错，吉先生，这银票我就收下了。金姑娘，没事，我们先告辞了。那您慢走。哎，小英，你看什么呢？哎，小英，你看什么呢？我看这四周没人。对了，三叔，咱俩一起发现这个瓷瓶，卖了1万多两，我呢分你5000两。哎呀，小英，这么分不妥，这是你做梦梦到的宝物，就算我不跟着来，你也能挖出来卖1万多两，我就帮你挖了下土，连力气我都没出，这么分我心里有愧。有什么不妥呀？这5000两你就拿着吧，你和我一起来，你也出力了嘛。哎，好吧，走吧，以后挖宝物还叫上你。哎，走。是。奶奶，哎呀，小磊呀，你可总算回来了，你媳妇儿气冲冲的回娘家了，你快去看看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奶奶，三婶为什么要生气啊？哎呀，都怪你三叔想去武馆拜师学武。学武也不是坏事吧？咦，小莹，你可不知道，这学武啊得从小学，站桩练气熬身骨。你三叔啊都30好几了，现在去学武还能学成什么名堂？三叔怎么突然会想起来学武啦？他不是突然间想起来学武的，他是从小就想学。哎呀，但自古穷文富武，那学武给武馆交钱啊，平日吃肉和补膳都要大笔银钱。咱们家那时候啊，只不过能吃饱饭，哪有钱送他去武馆啊？所以说，现在家里条件好起来了，他便要去完成少时的念想。哎呀，现在虽说家里头富起来了，但是他年龄大了，身体啊已经不适合练武，可他还是要执意去练武。大嫂为此啊跟他闹了好几次了。你三叔啊这次偷家里的钱去武馆报名，你大堂嫂瞧见武馆的进馆文书，直接气炸了。三叔纵然年长，但还是初心不改啊。可惜这世上啊
没有江湖话本里洗髓伐骨的武功啊。奶奶，我出去一趟。你去哪儿？盘龙山。哦。快看，那不是把大当家、二当家害进大牢的金家小姑娘吗？还真是。你跟着他，我回去告诉三当家，这煞星又来盘龙山了。三当家，就是他，金莹。也不知这煞星又来咱盘龙山干什么。哼，必定是来寻找宝物的，但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得为大当家和二当家报仇雪恨。你去喊上兄弟们，抓住他，血祭寨旗。是。洗髓易经五经596年前武林宗师武会所著，价值12000两银子。这本武林秘籍要是给三叔学的话，他肯定能成为武林高手。你们也是山匪？没错，老子就是盘龙山云虎寨的三当家。又来抢我的宝物？哼，我林默岂是那等贪财之人？我今天是来杀你的，为大哥二哥报仇。你们大当家、二当家的都不是我对手，就凭你们三个能打得过我？你放屁！那是我大哥二哥太大意了，你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武功会那么高？兄弟们，给我拿下他！小莹，这些人都是你打的？对啊。早听金印说你会武功，没想到你武功这么高啊！这些人啊，都是山匪，他们想给他们大当家、二当家报仇。对了，我在这看着，你去报官吧，把他们也送进大牢。好。小莹，奶奶叫你回家吃饭，这山匪已经被带走了，我们也回去吧。好，三叔，这个给你。这是武林宗师武会的洗髓易经五经。传说这本秘籍可以洗髓伐骨，重塑根骨，是武林失传的百年至宝，多少人都求而不得呢。这个是多亏了昨晚的梦，我才能挖到。我想老天爷可能知道你一直想学武，所以就指点我找到这本武功秘籍，让你能得偿所愿。哎呀，这没想到老天爷他老人家惦记你的时候还想着我。我给他磕头，近来多谢老天爷赏赐之恩，金磊必定勤学苦练，早日成为高手。走，咱们回家吧。走。哎，高手不高手且不说，只要他别总老往武馆跑，别瞎折腾安生过日子，我就放心了。奶奶，那武馆师傅的武术跟宗师武会的秘籍比起来，差得远了。娘，小莹，咱们家有没有老旧的字画？吉先生的珍宝阁今天开张，收老旧字画，只要是真迹，一副少的给几十两银子，多的给上万两银子呢。没有。主人，我发现景朝画仙苏沫的画作《燕江叠嶂图》在野猪岭。奶奶，
我出去一趟，晚会回来。主人，景朝画仙苏沫的画作《烟江叠嶂图》就埋在这里，就在前面了。《烟江叠嶂图》678年前景朝画仙苏沫所画，价值12000两银子。12000两银子啊！那把这幅画拿给吉先生看看，他肯定能收。这是苏沫大师的《烟江叠嶂图》。这画不是真迹吧？这画笔墨鲜亮如新，不像是传世古画，定是仿品。我听闻苏沫大师晚年专爱用密胶古墨作画，墨色经久不暗，这正是真迹特征。坊间以讹传讹，不可信。哎，金姑娘说的不假。难道这画是真的？这幅《烟江叠嶂图》啊，是苏沫大神的真迹无疑，竟然是真品啊！藏宝图指引我找到的画作，怎么可能是仿品？这画呀，笔法苍劲古拙，气韵浑然天成，正是苏沫先生晚年的上乘之作。先生，那这幅画您收吗？收。不知金姑娘打算作价多少呀？苏沫大师的画不是孤品，最多也就值2-3千两银子。12000两。你要12000两？苏沫大师是古今唯一画仙，他晚年的画更是登峰造极。这幅《烟江叠嶂图》更是他晚年的巅峰之作，难道这幅画不值12000两吗？值。一说，给金姑娘银票。金姑娘，这是12000两。这数目对着呢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金姑娘慢走。若是再寻到这般珍稀古画，记得来找我，价钱好商量。好。哎，慢走。先生，金姑娘毕竟是农家女，我看啊，她能寻到一幅真品画作已是运气，不可能再寻到第二幅了。唉，主人发现景朝赵前帝的画作《寒枝七雀图》在野猪岭。主人发现景朝赵前帝的画作《寒枝七雀图》在野猪岭。景朝皇帝的画作，听着就值钱，等会儿就去把它挖出来。小莹，你也来挖野菜啊？不是，我挖一幅画。这荒郊野岭的只有野菜、杂草和树，怎么可能有画啊？你看，这不就是一幅画吗？这还真是一幅画，怎么会有人把画埋在这儿啊？《寒枝七雀图》656年前景朝昭前帝所画，价值13000两银子。这画怎么埋在这儿我不知道，但是啊，我知道这幅画有价值。不多说了，我等一下就去拿给吉先生，让他看看。表姐，回见。回见。要不咱们也去挖挖？吉先生，快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！吉先生，你看，我寻到一幅景朝昭前帝所作的《寒枝七雀图》。
哎，姑娘，你这幅画啊，肯定是仿品。这位先生，你看都没看我的画，为何说是仿品？哎，寒枝七雀图，真迹在这儿。嘿嘿嘿嘿，你看。寒枝七雀图仿，12年前姜岩所画，价值50两银子。这位先生，你这个才是仿品，是12年前画师姜岩仿制的。不可能，你看仔细了。这画师姜岩的名号，我听说过，画技精湛，擅长模仿各派的画作，为人高傲，喜欢呀，在这作品右下角留下一个隐藏的印记。那我这可没什么印记，嘿嘿。这印记啊，遇水则显。姜岩仿印，我这幅是仿品啊，姜先生，你这幅画呀，确实是仿品。哎，我呀就不收了。哎，我这是仿品，他那也未必是真迹呀。我这就是真迹，藏宝图指引我挖的宝物，不可能有假。你真迹怎么可能保存的那么完好啊？比我这仿品颜色还艳亮，不可能是真迹。这幅画保存的这么鲜亮，是因为啊，它的装裱比较精良，保存的比较妥善。季先生，那这幅画您收吗？收，不知金姑娘作价多少？13000两银子。13000两？我这幅画才问季先生要5000两，你还13000两？姜先生，你这幅画是仿品，最多就值50两，我这可是传世之作，难道还不值这个价吗？金姑娘说的不错，这幅寒枝七雀图啊，确实值13000两。一说，给金姑娘银票。金姑娘，没错，那这幅画作就归您了，季先生。不知金姑娘可寻过古玩瓷器？古玩瓷器，我之前也挖到过，不过都卖给张夫子了，目前手头上也没有。若金姑娘以后寻到古玩瓷器，无论是哪朝哪代的，皆可来寻我，价钱呀好商量。好，那就多谢季先生了。好，那金姑娘慢走。哎，季先生，你未免太高看这姑娘了。你看她的穿着打扮，就是一农村姑娘啊。她能淘这幅画啊，已经是侥幸了。她不可能再淘到什么珍宝瓷器的。主人，我发现景朝如意尔葫芦尊瓷瓶就在昌溪河东岸边上。我现在就去把这个瓷瓶挖出来。现在应该也没有人打鱼。如意尔葫芦尊瓷瓶，看着就值钱。哎，表妹，干什么呢？表妹，这昌溪河是打鱼的地方，你在这挖什么呢？我挖瓷瓶呢。表妹，你是不是听说这昌溪河岸有人挖出宝物？那都是以讹传讹啊！我之前在河的南岸挖出过古朝石板，传的不是这事儿吧？对呀，表妹，我们家世代都住在这儿，从未见过有什么宝物。别挖了，这不可能埋着什么宝贝瓷器之类的。啊，真挖出来箱子！这不就埋了有瓷瓶吗？这河岸上还真埋的有瓷瓶啊！如意尔葫芦尊瓷瓶539年前金朝御制，宫廷专用，价值15000两银子。你们先忙，我把这瓷瓶拿给吉先生看看。我就先走了，表哥。啊，行，回见，回见啊！啊，哎，注意点安全啊！哎，真有啊！挖！挖！吉先生，看我寻到的如意尔葫芦尊瓷瓶。如意尔葫芦尊瓷瓶，哎呀，这如意尔葫芦尊瓷瓶乃景朝文德皇后的心爱之物。自从文德皇后崩逝后，这瓷瓶便不知所踪了呀。没想到会被金姑娘所寻到啊！我觉得吉先生所言过早了。我看这瓷瓶釉色轻浮，器型也略有偏差，应该是后世仿造。我倒是听说文德皇后当年釉料中掺有蜜色配料，而且器型也是特制的，这肯定是真品。金姑娘所言不假，这瓷瓶啊，从釉色、胎质
以及成品来看，确实珍品无疑啊。姬先生，那这瓷瓶您收吗？这个如意耳葫芦尊瓷瓶啊，乃是失传已久的宝物，金姑娘愿意割爱，我肯定要收啊。不知金姑娘作价多少？15000两银子。15000两，你可真敢要啊！哎呀，这可是文德皇后所制，而且也是传世之宝，难道还不值1万多两银子吗？值，非常值。一说，给金姑娘银票。来，是这个数。姬先生，这瓷瓶就归您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不打扰了。金姑娘，慢走。姬兄，张兄，你来了，我刚得到了一件宝物——如意耳葫芦尊瓷瓶。姬兄，好运气，这等宝物也能收得到，我就没姬兄的运气了。派人走遍了附近的山林河谷，这古朝10大珍宝最后一件的线索都没能找到。最后一件是什么呀？古朝10大珍宝，我集齐了9件，唯独缺冕珠啊！冕珠未曾听闻，我也劝张兄啊，古朝啊由来已久，你能集齐9件古朝的珍宝，已经是天大的良缘了。那冕珠只存在于传说，未必真有流传。主人，我发现古朝珍宝帝王冕珠在盘龙山。古朝帝王冕珠，这名字听着就值钱呀！要是卖给张夫子的话，那不得卖个几万两银子呀？古朝帝王冕珠1439年前制造，价值3万两银子。3万两银子，这古朝遗珠可值大钱了。你们也是云虎寨的山匪？对，你把我们3个当家的全都送到了大牢，害得我们被官府清剿，让我们无路可去。依你们所言，那你们也是漏网之鱼了。要是我今天报官的话，把你们都抓起来，那这盘龙山也就安全清静了。谁送谁还不一定呢。兄弟们，随我一起上，砍死他，给3位当家的和兄弟们报仇。就你们这点功夫，还想砍死我？不过依你们所言，这荒山野岭，我一个人也没办法报官啊。金姑娘，张夫子，能否劳烦你派人把这3个漏网山匪送到衙门呀？自然可以。金姑娘，您到这里来是寻宝的吧？可否寻到宝物啊？张夫子，我挖到了古朝冕珠。冕珠，先生，单看这珠子，只是一枚紫色大珍珠，看不出来是不是冕珠呀？冕珠对着太阳看会发出紫色光晕，那不是说书先生才讲的奇谈吗？一枚珠子怎么会有光晕？有光晕啊！这珠子真的能发光，这才是古朝的至宝啊！张夫子，林先生，这个冕珠你们收吗？收。您作价多少啊？3万两银子。好，拿着。金姑娘，这是3万两银票。好。数目对着呢，这古朝冕珠就归你们了。张夫子，林先生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好，金姑娘，慢走。恭喜主人积累财富超过10万两，我升级成神级藏宝图。
奖励主人九州寻宝门。九州寻宝门有什么用啊？主人，九州寻宝门可以瞬间带你去到九州的任何地方。是不是可以带我去寻找神龙宝藏呀？当然可以。主人，走进九州寻宝门就能找到神龙宝藏之地了。神龙宝藏，这么多财宝，要是全部收到储物空间里，一辈子都花不完吧？全部都收到储物空间里了。九州寻宝门，回去。奶奶，小莹，你回来正好，我刚好做好了糕点，来，快尝尝。好吃。对了，奶奶，这是我挖到的一块金砖，送给你，你拿去打一些首饰，再买几身好衣裳。这又是你做梦挖到的？对呀，我还挖了好几块呢。我打算给家里每一个人都送一块，然后呢，我还打算给村里的路呀，还有什么村学啊，都重新修修，村子更大更宽敞一些。我还打算多建几个工坊，让村里的人有活干，有钱赚，再也不用每天靠天吃饭了。好，